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真是让我感触良多啊！这是关于一位北京的女医师小林，通过我的牵线搭桥，远嫁到了台湾，结果在台湾生病住院，颠覆了她对台湾的所有认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一个地方，但实际上只是隔着玻璃窗看风景，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小林是北京某3甲医院的心内科医生，人长得漂亮，工作也出色，就是年龄有点大了，都35了还单着。家里人着急的不行，就托人找到了我。我一看这条件，哎呀，这不得了啊！医生在哪儿都是抢手货。我手里刚好有个台湾的男孩子小陈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家境殷实，为人踏实，就是工作太忙了，一直没时间找对象。2个人视频见面那天，我就觉得有戏。小林知书达理，谈吐不凡，小陈也是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。他们聊得很投机，从医学话题聊到两岸文化差异，再聊到各自的生活理念。小陈还特意提到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，福利也好，希望小林过去后能适应台湾的医疗环境，甚至可以考虑在那边继续行医。小林当时就笑了，他说，台湾医疗再好能好到哪儿去？大陆这些年医疗发展那么快，设备那么先进，我们医院的检查设备都是世界顶尖的，台湾那小岛能比得上吗？小陈当时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微微一笑说，亲身经历后你就知道了。谁知道这句话竟然成了预言。经过半年的相处，2人确定了关系，很快就办了婚礼。小林辞去了北京的工作，满怀憧憬地飞往台湾，开始新生活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小陈的家人对他很好，也帮他联系了当地医院，准备等他考取台湾的医师执照后就能工作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小林到台湾的第3个月，正好是冬春交替季节，他得了重感冒。起初他没当回事，觉得吃点药就好了。在大陆，感冒发烧不都是这样吗？买点药，挂个水，很快就能好。可是这次感冒特别严重，高烧不退，还伴随着呼吸困难。小陈坚持送他去医院，一查不得了，竟然是重症肺炎。医生当即决定住院治疗。小林心里直打鼓，完了，台湾医疗条件肯定没大陆好，我这并不会有什么闪失吧？而且听说台湾医疗费用贵得吓人，这一住院不得掏空老公的钱包。就这样，小林住进了台北的一家医院。刚进病房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。病房干净整洁不说，竟然是单人间。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有独立的卫浴设施，还有液晶电视和沙发，窗外就是花园的景色，简直像星级酒店一样。更让他吃惊的是医护人员的态度，护士小姐每次进来都会先敲门，微笑着询问他的需要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从不大呼小叫。医生来查房时也是耐心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而不是像他在大陆见过的那样，医生急匆匆地走过，连病人脸都不看一眼就走了。小林作为医生，本能地对治疗流程进行评估。他发现台湾医生的诊疗非常规范，不乱开药，不过度检查，每一步都有理有据，用药也很克制，不像国内动不动就上抗生素的大炮。小林阿姨，该测体温了。护士小妹温柔地叫醒正在午睡的小林。小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好，谢谢姨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氏的？护士小妹笑着说，我们每个病人的资料我都记得呢。你是从北京来的医生对吧？好厉害哦。这种被尊重、被关心的感觉让小林很不习惯。在北京工作时，他经常一个班要看几十个病人，哪有时间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和背景，更别说这样亲切的聊天了。住院的第5天，小林感觉病情有所好转，便想着赶紧出院。在大陆，能早1天出院就能少花1天的钱啊。他悄悄问小陈，我们的医疗费用已经多少了？保险能报销吗？小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你担心什么？健保全部都给付啊。健保？什么健保？小林一头雾水，就是全民健康保险啊。你现在是我的眷属，也在保障范围内，
住院治疗只需要付很少的部分负担，其他都由健保给付。小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真的假的？那得多少钱啊？这么好的病房条件，先进的治疗设备，专业的医护团队，怎么可能不花钱？小陈笑着拿出了住院费用明细。小林定睛一看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5天的住院费用折合人民币才几千块，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由健保给付，他们自己只需要负担一小部分。在北京，同样级别的医院，同样的病情，没有10几万下不来。而且这还是在有医保的情况下，如果是自费，那更是天文数字。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小林不敢相信，那医生护士的工资怎么办？医院怎么盈利？健保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，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障，同时控制总体医疗支出。小陈耐心解释，台湾的医生收入也不低，只是分配方式不同。小林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工作时的情景，门诊人满为患，医生疲于奔命，患者为了挂上专家号，凌晨就去排队。看病贵、看病难的问题始终存在，有些患者因为负担不起高额医疗费，只能放弃治疗。这一切和他眼前所见的台湾医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林，医生说你肺部感染比较严重，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一段时间。小陈回到病房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多久？小林问道。医生说至少还需要2周，要等肺部完全恢复。2周？小林吓了一跳，在大陆，医院巴不得你快点出院腾床位，哪有让你至少住2周的道理？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病情。但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林亲身体验了台湾医疗的细致和周到。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，耐心地解释治疗进展，护士定时给他测量生命体征，细心照料他的起居，营养师根据他的病情定制膳食计划，康复师指导他做呼吸训练和简单运动，这种全方位多学科的诊疗模式让小林这个医生都自叹不如。最让他感动的是，医护人员对待每个病人都一视同仁，不论贫富贵贱，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是一样的，这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啊！小林不禁感叹，他在大陆工作多年，深知医患关系的紧张，医生护士每天面对大量病人，疲惫不堪，哪有精力去关心每位病人的心理感受？而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，更是常年积累的结果。可在这里，医患关系竟然如此和谐。住院第20天，小林已经能下床活动了。病房里有一台平板电脑，专门供病人查询自己的检查结果和治疗记录。小林好奇地翻看，发现所有信息一目了然，每项检查为什么做，结果如何，下一步治疗计划是什么，全都清清楚楚。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啊！小林感叹道，我们那边病人想看自己的检查报告都难，更别说这样完整透明的医疗记录了。小陈点点头，台湾的健保资讯系统建设得很完善，医生可以查询病人在任何医院的就诊记录，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。病人也有知情权，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医疗信息。那隐私怎么保护呢？小林提出了专业角度的疑问。系统有严格的权限管理和加密措施，未经授权不能随意查看他人资料，违规使用会受到严厉处罚。小陈解释道，住院期间，小林遇到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病友，有台湾本地人，也有从大陆来的游客和侨胞。令他惊讶的是，这些人对台湾医疗制度的评价几乎一致的好。隔壁病房的王阿姨是上海人，退休后来台湾探亲，不小心骨折住院。她告诉小林，我在上海最好的医院都没享受过这么好的服务，医生护士态度好，环境干净，价格合理，简直是天堂啊！另一位来自台中的陈爷爷则说，我们台湾人也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，早年台湾医疗也不怎么样，但自从推行全民健保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不用愁，生大病也不会倾家荡产。小林越听越震惊，作为一名医生，他对医疗制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。他原以为台湾这样的小岛，医疗水平肯定比不上大陆的发达城市，但亲身经历后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。小林，你知道台湾的医师为什么愿意留在医疗体系吗？
一天，小陈的表哥也是一名外科医生，来探望他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小林好奇地问：“因为我们做医生的最大的满足感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能够真正帮助病人。”表哥语气诚恳，台湾的健保制度虽然对医生收入有所限制，但也保障了我们的基本待遇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医疗本身，而不是被各种非医疗因素分心。这番话触动了小林。他想起自己在北京工作时，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应付各种行政事务、处理医患纠纷、完成科研指标上，真正用于患者诊疗的时间少得可怜。而医院的绩效考核又与创收紧密相关，这无形中导致了过度医疗的现象。但台湾医疗也有问题吧？比如资源不足、等待时间长之类的。小林问道，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的制度，当然有问题。表哥笑着说，等待时间长确实是个痛点，尤其是专科门诊和非急症手术。健保的给付标准也一直在调整中，有些医院经营压力很大，但总体来说，我们在尽力平衡医疗质量和可及性，不断改进。这种坦诚的态度让小林很欣赏。他在大陆时，很少有人会这样公开讨论医疗体系的问题，似乎承认问题就是不爱国一样。随着治疗的继续，小林的病情逐渐好转，但医生建议他继续住院观察，以确保肺部完全恢复。就这样，他的住院时间延长到了60天。这60天里，小林经历了从震惊、怀疑到接受、钦佩的心路历程。他看到了台湾医疗的人性化和专业性，也感受到了全民健保对普通民众的福祉。最让他感动的是医院里的志工，这些人大多是退休人士或家庭主妇，每周定期来医院帮忙，陪病人聊天，协助行动不便的患者，为医护人员分担一些非医疗性工作。他们不拿1分钱，纯粹是出于爱心和奉献精神。大姐，你为什么要当志工啊？小林好奇地问一位经常来病房帮忙的张阿姨。我先生前年在这家医院治疗癌症，医护人员对他照顾得特别好。他过世后，我就决定来医院当志工，回馈社会。张阿姨眼中闪烁着泪光，能帮助别人，我自己也很快乐。这种社会参与和互助精神是小林在大陆医院很少见到的。大陆的医院更像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，医护人员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病人的情感需求。出院前一天，小林的主治医师来做最后检查。这位医师已经60多岁了，却仍然精神矍铄，每天准时查房，从不马虎。林医师，你的肺部已经完全恢复了。老医师和蔼地说，他一直以同行的身份尊称小林。你是医生，应该知道这种重症肺炎的危险性，幸好发现及时，治疗得当，才没有留下后遗症。谢谢您，我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医疗团队。小林由衷地说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老医师微笑着，听说你原来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，有没有兴趣留在台湾行医？我们医院正好缺些内科医师。小林愣住了，他来台湾前确实有考虑继续行医的打算，但当时只是出于不想浪费自己的专业知识，而现在这个提议对他有了全新的吸引力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小林犹豫地说，不急，慢慢考虑。老医师并不着急，台湾的职业资格考试对大陆医师有特殊通道，你可以了解一下流程。回到家后，小林和小陈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。你真的想留在台湾行医吗？小陈问道。大陆的发展机会可能更多，收入也更高。小林沉思片刻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说实话，这次生病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我以前总认为台湾各方面都比不上大陆，医疗水平肯定落后。但这60天的亲身经历告诉我，我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台湾的医疗水平不仅不落后，在许多方面甚至领先于大陆。尤其是医疗体系的人性化、规范化和透明度，以及全民健保的普惠性，这些都是大陆可以借鉴的。小林激动地说，我想留下来，亲身参与其中，也许还能为两岸医疗交流做点贡献。小陈看着妻子坚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台湾医生的收入确实比不上北京。
钱不是最重要的。小林笑了，能在一个尊重医疗本质、关爱病人的环境中工作，对我来说比什么都珍贵。就这样，小林开始了在台湾行医的准备工作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他顺利通过了台湾的医师执照考试，在那家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医院找到了工作。工作后的小林进一步了解到台湾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，健保署通过总额预算控制医疗支出，同时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。医院评鉴制度严格，不合格的医院将面临健保给付的减少甚至取消。病人满意度调查是医院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，这促使医院不断改善服务质量。而最让小林感慨的是台湾精细化的分级诊疗制度。在大陆，他见过太多小病也往大医院挤的情况，导致资源严重浪费。而台湾通过差别定价、转诊制度等措施，有效引导病人合理就医。基层诊所和社区医院承担了大量门诊工作，大型医院则专注于疑难重症和急诊救治，真是天壤之别啊！每当小林和大陆的同学朋友视频聊天，谈到这些差异时，他总是感慨万分。你是不是被台湾洗脑了？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，大陆医疗这些年进步多大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那些设备多先进，技术多领先。我不否认大陆在医疗硬件和尖端技术上的进步，小林认真回答，但医疗不仅仅是高精尖设备和复杂手术，更重要的是整个体系的人性化和制度设计，是对每一个普通病人的尊重和关怀。这方面，台湾确实走在前面。那边收入低，工作压力小，当然服务态度好喽。朋友有些不服气，不完全是这样的。小林摇摇头，台湾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也不小，只是分配更合理。更重要的是心态和价值观不同。这里的医护人员普遍认为，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医患沟通是专业素养的一部分，不是额外的负担。小林在台湾工作的第1年，恰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，台湾凭借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全民配合，成功控制了疫情，医疗系统未出现崩溃，这再次印证了他对台湾医疗体系韧性的认可。你后悔来台湾吗？有一天下班后，同事突然问他，一点都不后悔。小林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在这里找到了行医的初心。小林在行医过程中，也不断将自己在大陆学到的医疗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工作，同时吸收台湾医疗的人文关怀和制度优势，逐渐成为了一名融合两岸医疗精华的优秀医师。林医师，你看病真细心，讲解的也清楚，让人很安心。病人经常这样称赞他。每当听到这样的话，小林心里都满是感动和自豪。在大陆时，由于患者太多，他很少能给每位病人充分的问诊和解释时间。而在台湾，医疗保险制度和合理的工作安排，让他能够真正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。当然，台湾医疗也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医疗支出不断增加，健保财务压力越来越大。一些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，专科医师短缺，还有长期困扰台湾医界的5大接空现象：妇产科、儿科、外科、急诊科、麻醉科医师招募困难，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。这些问题在大陆也存在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小林经常在医师交流会上分享自己的观察，两岸可以互相借鉴，取长补短。小林的故事很快在两岸医疗圈传开了，他频繁收到来自大陆各医院和医学院的邀请，希望他能分享在台湾的医疗经验。他也欣然接受，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，将台湾医疗的优秀实践介绍给大陆同行。医疗改革需要从制度设计开始，但最终落实还得靠每一位医护人员的理念转变。这是小林的肺腑之言。当我们把病人真正当成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病例或创收工具时，医患关系自然会改善。3年后的一天，小林收到一封特别的邀请函，北京的母校邀请他回去进行为期1个月的学术交流，分享台湾医疗经验。这对他来说，既是一种认可，也是一个向祖国医疗事业做贡献的机会。你要回去吗？小陈问道。当然，小林毫不犹豫地说，医者仁心，无关地域，
我希望能为两岸医疗交流尽一份力。就这样，小林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悟，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航班。当飞机划过台湾海峡，他望着下方的蔚蓝海水，心中感慨万千。3年前，他带着优越感来到台湾，以为自己会俯视这个小岛的医疗，而现在，他怀着敬意和感恩返回故土，希望将台湾医疗的精髓带回大陆。回到北京后，小林在医学院和各大医院进行了一系列讲座和交流活动。他既不掩饰对台湾医疗的赞赏，也不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，力求客观全面地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专业观察。林医师，你不觉得有些崇洋媚外吗？一次讲座后，有听众尖锐地提问：大陆医疗这些年进步很大，你怎么只看到台湾的好？小林微笑着回答：认可他人的优点，不等于否定自己的进步。作为医生，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心态，博采众长。台湾在医疗制度设计和人文关怀方面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就像大陆在医疗技术和规模化管理上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样。他的坦诚和专业态度赢得了大多数同行的尊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分享引发了医学界对医疗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。或许，医疗的未来不仅在于技术的精进，更在于人文的回归。这是小林在最后一场讲座中的结语。希望有一天，两岸医疗能够优势互补，共同进步，为所有中国人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。时间流逝，小林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顺心。他和小陈有了可爱的双胞胎女儿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他经常对朋友说：“那场重感冒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如果没有在台湾住院60天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认知有多片面，也不会有勇气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价值观。”而在大陆，小林的故事也激励了不少年轻医生思考医疗的本质和职业使命。有些医院开始尝试改革门诊流程，增加医患沟通时间；有些医学院在课程中加入更多医学人文内容；还有些地方开始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分级诊疗模式。小林姐当年那个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北京一家医院的年轻医生问同事：“当然记得。”那个远嫁台湾，在那边医院躺了60天，彻底改变世界观的女医师吗？同事笑着回答：“听说她现在在台湾很有成就，经常来大陆做学术交流呢。我曾经以为她是叛徒，现在才明白她是桥梁。”年轻医生感慨道：“是她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性。”是啊，世界很大，认知决定眼界。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或许在别处有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。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，只有虚心学习才能不断进步。小林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跨越偏见，拥抱差异，我们的世界才会更加宽广。无论是在医疗领域，还是在其他方面，两岸都有互相学习的空间，共同发展的潜力。等我们老了，最希望哪里的医院照顾我们？这是小林和老同学们经常讨论的话题，当然是能融合两岸优势的医院，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愿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